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8月21日晚间23:03，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道琼斯工业指数在周五这个交易日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阴线也就是日线级别下跌的标志性阴线，悟空阴线已经开启了之后，比特币连续出现了下跌。我们看到了日线级别上在周五这一天有一根巨大的阴线，这根阴线下跌完成之后呢，它完成了什么呢？它做出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下跌细游。我们说4小时级别下跌细游对应的是什么呢？是小线的反弹。所以呢，当前这段时间比特币正在做这个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小日线反弹。但是呢，从当前的趋势上来看我们看日线级别上已经跌破了一个反弹的趋势线。这个反弹趋势线呢，是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连接过来而成的。连接过来之后呢，我们发现当前下跌跌破的这个位置是处在收敛三角形的焦点位附近我们说了在焦点位附近呢，非常容易发生跌破，并且伴随美股的回调，比特币发生了4小时级别的下跌。那这个下跌呢，目前为止还有一定的下跌空间。我们认为这轮下跌的目标位是在19000美金到2万美金这个区间在目前为止还有一定的下跌空间。那整体来看我们要看美股道琼斯工业指数在周一晚上的开盘情况如果美股能够出现继续的下跌，我认为比特币到达19000到2万美金这个区间可能性就非常大了。那在美股这里非常容易走出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细游。目前呢，它已经走出了悟空阴线因为美股它做了一个周线级别的反弹动作，所以呢，它做日线级别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也就是走出日线级别下跌细游的概率就很高了。同时呢，这一波下跌，我认为它的支撑点位是在32800 32800这个位置上。那如果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日线级别下跌，比特币必将跟随，也就是说比特币有可能走出最终的日线级别下跌，最终呢，它做出一个底部平台。我们在前面课程当中讲了，这个底部平台是大概率容易发生的目前我们正在经历17605出现之后第一轮反弹之后的下跌，这轮下跌构成了一个接近于前面17605的这个底部之后它反复会围绕这个底部做震荡做这个区间震荡。那我认为第一轮反弹的反弹幅度是最大的，经历完第一轮反弹之后，后面的反弹都是微弱的。同时当前时间点在整轮行情上，从69000美金跌到17605，然后再反弹到2万5这个过程呢，让我们对比特币的熊市有了一个认知趋势上呢，比特币仍然处在一个熊市的运行当中当前底部反弹只是一个超跌的反弹。我们认为18年行情跌了70%，15年的行情跌了70%，比特币的最大跌幅那这轮行情呢，比特币的最大跌幅是在75%，是超跌之后它的反弹幅度是非常大的，这轮反弹呢将近40%。44%这样的反弹呢，已经足够回补它在5月份的这个下跌缺口。我们认为5月份的这个下跌缺口从3万美金到17605这个缺口呢，要经历几轮的回补动作。这个回补动作呢，对这个下跌缺口进行反复的回补，最终呢形成一个底部平台。这个底部平台呢，我认为是在19000到2万美金区间形成底部平台之后，这个底部平台呢，最终也要发生跌破。这个跌破的时间呢，我认为是在11月到12月。所以呢，当前行情属于一个震荡的趋势，不完全是下跌趋势了，目前是处在一个震荡的趋势当中震荡的趋势当中，当前是要再次触底的一个阶段
二次触底的一个阶段，在后面的行情当中，我们会看到3次触底、4次触底最终呢形成一个2万美金的平台接近2万美金的一个底部平台。但是这个底部平台呢还要完成跌破，也就是熊市经常发生的必然规律这个底部平台形成的途中呢，我们会看到它会逐渐形成一个更大时间级别的一个收敛三角形更大时间级别的一个收敛三角形。在这个收敛三角形当中，比特币的价格发生运动，最终呢在近焦点位置上发生跌漏这是大概率会形成的一个过程。那么在短时间上短线上，我们仍然会看到比特币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它这个下跌趋势呢还没有完成，因为我们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已经出现标志性阴线了，它还有继续下跌的可能性伴随这个继续下跌呢，伴随美股的继续下跌呢，作为美元资金池的比特币也要不断的往下走，最终呢触底我的这根绿色线这根绿色线呢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就是它还没有真实发生，等待它真实发生之后，我们会看到它会形成一个多次的波谷，围绕这个底部平台。那以太坊呢，我们看一下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它在接近前高附近发生了跌落。我说了前高附近这个位置在前面课程当中说，这个位置呢是非常容易有压力的这个位置呢压力性它的压力作用非常强大，所以呢容易在这个位置上发生跌落。跌落之后呢，以太坊就会出现领跌于比特币的这种现象。然后呢，我们看以太坊对USDT 的这个交易对，它的规律性非常强大非常强大。这一轮行情呢，主要是以太坊的反弹带动了比特币的反弹。以太坊的反弹周期呢是周线级别的，比特币的反弹周期呢是日线级别的。以太坊的反弹周期呢完全对应了美股的行情。同时呢，以太坊在这轮反弹过程当中，我提到了一个波峰的概念，这个波峰形成的弧形顶在2050这个位置上遇阻我之前提到的是它的反弹的目标位是1900到2100，这个 VIP 群和我在很多视频课上都说了，结果最终的高点是在2050附近。到达这个位置之后，我们发现了什么呢？它做出周线上涨吸收之后，目前发生了什么呢？目前发生了一轮4小时级别的下跌，这里呢是标志性的阴线，也叫悟空阴线，然后是八阶阴线沙僧阴线组、唐僧阴线。唐僧阴线走出来之后当前时间点和比特币类似的是它做了一个1小时级别的反弹。那么在以太坊的上涨周期是周线级别的情况下，它的下跌的趋势呢，我认为是在日线级别上同时呢，我们看到了当前结构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这个支撑呢是在1650这个支撑位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打到日线级别日线级别上今年5月份波谷连线和波峰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在1650形成支撑。但是我同时提到了1650这个支撑非常容易跌破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处在一个焦点位看一下绿色线这个焦点位是非常薄弱的位置，非常脆弱的位置，焦点位一般都会是这样的位置。发生跌破之后，它在反弹过程当中1650美金就构成了一个反弹过程的一个什么呢？一个阻力区间那么根据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这个原理以太坊在周线级别反弹完成之后，做出了4小时级别下跌。那么它的这个下跌呢，由于遇阻1650它的这个时间周期大概率会构成放大。那如果这个以太坊下跌的时间周期发生放大的话，它将构成日线级别的下跌。日线级别下跌的目标位我们看到哪儿呢？我们看到1000美金附近。这个下跌呢是远超于比特币的，因为以太坊的反弹时间周期是周线级别，那么它的下跌的时间周期呢，我们认为是日线级别，是有别于比特币的
啊，比特币总是小它一个时间周期啊，这是我们在目前发现啊，以太坊和比特币啊，它俩之间的关系就是以太坊的反弹和以太坊的下跌，这个时间周期呢都要高于比特币一个时间级别，所以呢，目前来看，我们对以太坊的下跌啊，这一轮的下跌更好的一个目标位是在哪儿呢？是在$1000到$1050这样的一个区间，同时这个区间呢是低点878啊，这个位置形成之后啊，它已经出现了啊一个底部位置，有支撑的位置。那最后呢，这个$1200到$1050这个区间也和比特币一样啊，也是容易发生跌破啊。最终呢，以太坊的目标位，我认为是在$260，这是精确计算而来的。那今天略显强势的啊是 EOS， 但 EOS 它虽然是强势啊，但这里呢我们观察日线啊，这个位置是133日均线和169日均线。这两根均线的一个压力位，所以呢，在当前位置可以布局 EOS 的空单，布局到什么位置呢？布局到$1.6附近，止损位呢设置在1.65啊。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个133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它的压制作用已经伴随我们整整8个月了。这8个月呢，是从2021年11月中旬开始的，到目前已经接近9个月。这么长时间以来133日均线和169日均线都对它的反弹起了压制作用。所以呢，如果 EOS 不出现截端行情的话，目前为止到$1.6这个位置去布局空单我认为是合理的同时呢，在大多数山寨币种上今天出现多头趋势的山寨币非常少。我找出来几个，包括这个 LAZIO 它是一个多头趋势，因为它站上趋势线之后，正走出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细流，这是一个。然后 CHZ 目前来说也是略显强势的，虽然它出现了一个回调，但这个位置上走一个日线级别缠绕均线缠绕的可能性非常大除了这几个呢，我很少看到这个行情当中有更强势的币种更可以投资的山寨币在这里面出现，在整个数字货币市场中出现。所以呢，当前布局多头一定要小心谨慎更好的是要把握大的趋势。什么是大的趋势呢？比特币和以太坊目前的下跌和回调是一个比较大的趋势。那么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淘宝、拼多多、抖音上购买我的这本 K 线西游战法一书。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